清朝为什么要废除科举制？废科举真相揭秘。科举制度从隋朝创始到晚清有1000多年历史，在这1000多年中，科举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。但是为什么会在晚清的时候被突然废除了呢？第一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士人思想。众所周知，清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的，这样的科举制和一开始的目的就背道而驰了。在这种考试的形式之下，选拔出来的人才，那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。大家耳熟能详的范进中举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世人强写八股文去夺取功名利禄，对于思想文化和科学事业的进步，确实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八股取士其实就是统治者把儒学作为奴化臣民的工具，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。清末科举制的消失，其实也是顺应时代发展。当时的清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，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，大部分都只会写得一手锦绣文章，但是对于其他事物完全是一窍不通，他们的思想都被八股文完全束缚了。要指望这样一群人去拯救大厦，将清的清王朝无异于诗人说梦了。所以这晚清废除科举制也就可以理解。第二就是舞弊行为的增加。科举制度运行的前提就是公平，但是到了清末，科举舞弊行为一发不可收拾，这使得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荡然无存。前有西方文化的冲击，后有舞弊行为的加剧，科举制已经不适于时代的发展了。随着新式学堂出现晚，清科举制度日渐式微，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，这就迫使清政府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了。第三个原因就是列强入侵了。鸦片战争之后，清政府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，风雨飘摇。随着国门大开，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国，国人就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。所以在教育改革方面势在必行，因为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，多是就是人才。但是从14世纪到19世纪的500年间，西方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到1840年时，西方国家大都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，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，迫切需要开拓市场和原料产地。西方列强就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，中国从此受到西方各国的侵略蚕食，社会危机更加严重。近代列强精华也造成了国人的恐慌感，使得人们不断地探求救国图强的方法，而世子们所学的儒家经典已经不能救国了。其实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都会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，科举也是一样。由于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，而不是选拔学者以及其他的专门人才，这就决定了它的考试内容。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，也很难要求科举考试中增加比如数学、物理、农学乃至商业管理等还没有形成体系或尚未出现的学科。所以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并不在于科举本身的弊病，而主要是在于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